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近几年欧美相当盛行的骨头汤饮食法，很多名人都亲自见证推广骨头汤。一般我们摄取动物肉的时候呢，是摄取它的蛋氨酸，当我们喝的是骨汤的时候呢，就会得到不同氨基酸组成的甘氨酸，这个是平常吃肉的时候吃不到的。研究发现，这些经过长时间慢炖的骨头汤里面含有非常大量的微量元素跟矿物质，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对于消化系统有很好的帮助，甚至内含的氨基酸还可以抗发炎，甚至还可以改善睡眠品质，好处真的相当多。这不是我发明的，大家可以网络搜寻一下骨头汤、大骨汤。今天就从备料开始分享大家怎么做出健康又好喝的骨头汤，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动物的骨头都可以，像这个是牛骨，建议尽量选择草饲的，因为草饲的脂肪 Omega-3 的含量比较高，是比较好的脂肪酸，比较不容易造成身体发炎。草饲的牛骨大家可以网络搜寻一下，买得到。如果觉得牛骨比较不好买的话，可以选择猪大骨，尽量选择没有施打抗生素的猪，甚至用鸡骨也是可以，一样选择比较健康方式饲养的鸡，放山鸡啊或是土鸡绝对是更好，甚至也可以选那种边牙骨，就是边骨，最好这些骨头呢都带有一些筋膜啦、结缔组织是更好。虽然这跟我们传统熬高汤、大骨汤、法式清汤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实际上还是有细节的不同。像这个是活菌猪的大骨，我也蛮推荐的。你要选单一种类的骨头或是混合的都可以。除了主角大骨之外，醋也很重要，可以的话尽量选有机的醋，米醋、苹果醋都可以。醋可以帮助释放骨内的营养成分。骨头的前处理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汆烫法，先把大骨外表冲洗干净，冷水入锅开始煮，煮到大滚之后呢，再煮个1-2分钟，把杂质浮沫都煮出来之后呢，再移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汆烫法我发现是华人比较喜欢采取的方法，喜欢汆烫的你就先汆烫没有问题，因为在台湾放血技术很好，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腥味的问题。我个人偏好第2种方法，就是烘烤，设定摄氏180度左右烘烤30分钟。我觉得骨头烤过之后再煮汤非常香甜。不怕麻烦，想汆烫加烘烤当然也可以，怕麻烦的就是选其中一种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烤完的大骨里面会释放蛮多的油脂这也是顺道炼猪油、牛油的好方法。炼出来的油脂呢，可以拿来炒菜非常香。不喜欢的那就丢掉咯。接着正式要来熬煮大骨汤，通常会在熬大骨的同时呢，加入蔬菜、香草叶或是香料，可以提升整个汤头的风味，更香甜。像是大蒜、洋葱、芹菜、红萝卜、月桂叶，怕蒜散掉的话可以保留皮，但是外表还是要冲洗干净。想用黑蒜头也可以还蛮好喝的。甚至还可以加入百里香啦、胡椒粒啊，都很搭。也可以加点昆布、番茄，其实都可以。或是这些蔬菜你通通都不加，就是很单纯的原味大骨汤也可以。这个清水的量呢，基本上要可以盖过骨头，因为需要小火慢炖。我刚好有这个 Instant Pot， 它刚好有慢炖 Slow Cook 的功能。你也可以用焖烧锅。刚才说过，因为要完整的释放这些微量元素，所以慢炖的时间一定要够。原版的食谱是建议至少要16到18个小时，如果用压力锅可以缩短时间，大概4个小时左右。肯定有人觉得很耗时那你就跳过这个食谱。但一定也有想健康、想要尝试这个食谱的朋友，那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跟古代熬中药很像，熬中药也要花时间嘛。想要吃到这些微量元素，就花点时间把它彻底熬出来咯。刻意开盖给大家看一下慢炖的火力状态，就是这样，非常小滚，反正也不用顾火，就交给 IP 锅，很快18个小时咻几类都归去呀。睡个觉起来汤也熬好了，因为是慢炖，水分也不会蒸发，中途不用补水，也不用管它，其实真的很方便。所有的材料呢，味道几乎都已经完整释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汤头，本来是清汤的，现在变成这样子黄色的汤头。这个跟传统的白色高汤不一样，原因就是因为火力，这个火力是非常小的，白色汤头是火力大，油脂、蛋白质产生滚动乳化，才会呈现奶白色。这个是极小火慢炖出来的高汤，就是黄褐色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料，因为是慢炖，食材看起来保有形状，而且非常软，
但是吃起来呢，真的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味道，因为它的甜度已经完全释放到汤当中，包含骨旁边的一些肉跟筋膜，看起来很软很软，但是其实吃起来真的没味啦。如果这些蔬菜筋膜想吃，当然是没有问题。那大骨本身的状态呢，几乎是一压就散哦，因为它内部的营养素呢，几乎都被煮出来了，所以长时间熬煮真的是值得。想到可以吃到平常吃不到的微量元素，就觉得这个汤特别珍贵。你看这个骨头一拿就整个分离，想起之前有吓人的新闻报道说熬大骨汤会溶出骨头内部的铅，让人心惶惶哦。免惊，找到资讯呢，营养师说要一天喝超过500碗才有可能会超量，还不是绝对，因为来源如果好也不会有问题。因为骨头边边还是会有油脂，表面的浮油我习惯会捞掉，一样想留下来炒菜的人可以留下来，不喜欢的就丢掉，完全看你对动物脂肪可以接受的程度。还有肯定会有朋友问到普林的问题，尿酸是代谢体内氨基酸跟普林后身体正常的代谢物，除非你身体有代谢普林的问题，就请询问自己的医生看能不能喝。没有代谢问题的正常人不需担心，一天只是喝个1小碗，又不是整桶喝，就跟摄取油脂一样，均衡节制很重要。这碗就是捞出来的油脂，可以接受的就拿来炒菜料理，不喜欢的不勉强也可以丢掉。骨头汤内呢，可以加一点玫瑰盐来调味，因为是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放冰箱冷藏呢会变成冻状，冷藏可以放1周左右，密封好冷冻3个月不是问题。想喝的时候加热1小碗就可以，想要拿来做料理，像是炖饭啦、煮面啦，其实都可以。我是平常肠胃比较弱一点的人，每次喝完这个大骨汤，肠胃都觉得超舒服，然后整个汤头我也觉得很好喝。把之前分享过的哈佛蔬菜汤的汤底变成这个大骨汤，就结合2种汤头不同的功效，我觉得更棒。碍于影片长度的关系，有一些资讯没有办法放到影片当中哦，大家可以再点进我的部落格文章里面看仔细。健康养生又好喝的骨头汤大骨汤，等你交作业咯。I was never the one to write up a song for just anyone. I was always the one to find myself lost in old conversations. Oh, 'cause I've always been told that things will unfold if you keep on waiting.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and proved me all wrong. I was so mistaken. 'Cause you glue all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Yeah, you take all my wrongs and make them better. 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立马分享给亲朋好友，让他做给你吃。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I was never the one to give up the ghost. No, I was so stuck. I kept on playing my part, wanting to give up 'cause nothing was changing. But with you it's so clear, and now that you're here I see colors in every spectrum. Guess I finally learned my lesson. 'Cause you glue all the pieces back together. Yeah, you take all my wrongs and make them better. Yeah, you're making me wanna try forever. And I feel so free, oh my sweet baby. Myself, and I'm thinking out loud, we won't need nothing else for the rest of our time. And I know it so well, I will always be by your side.